受到委屈时会想报复吗？他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，生活富裕。他很久没有坐过公共汽车了。有一天，他突发奇想，想体验一下普通百姓的生活。他投了币，找到一个靠窗边的座位坐了下来。他好奇地打量着身边的人，这些人每天挤着公共汽车，日子虽然过得清苦，但依然很快乐。忽然有个丑女孩尖利的声音向他砸来：你就不能让座给这位妇女和小孩吗？一个大男人一点都不绅士。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婴儿站在他前面，全车的人都朝他这里望过来，他的脸满脸通红。他赶紧站了起来，把座位让给了那个抱孩子的妇女。在下一站，他狼狈地逃下了车。下车前，他狠狠地看了一眼那个利嘴的丑女孩，恨得直咬牙根。他的公司要招聘，在面试的时候，他亲自进行最后把关。他见到了一个面熟的人，是他，那个让他出丑的女孩。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他在心里暗暗得意，终于有报复他的机会了。女孩也认出了他，神情顿时紧张起来，额头上不断冒出汗。他对他说：你把我们每个人的皮鞋都擦一遍，你就可以被录用了。他站在那里犹豫了很久，家里的经济已经全线告急，他太需要这份工作了。尽管自己有高学历也有能力，但因为长得丑，很多公司都将他拒之门外。现在机会就摆在他的面前，只要他放下自尊，为他们擦一次皮鞋。他在心里断定这个倔强的女孩是不会屈尊的，继续挑衅一般的催促着她，没想到她竟然同意了。他拿来鞋刷子，蹲下来，开始替这些考官们擦鞋。他得意地想：你不是厉害吗？怎么没有自尊了？轮到他了。他还故意翘起二郎腿。忽然他觉得自己有些过分了。女孩在车上虽然伤害了他，但本质上却是有点侠义风范呢。他向下属要来他的档案，他的笔试成绩第一，从各方面来看，女孩都是出色的。再说自己也总不能在众人面前食言吧。于是在他给几个考官擦完鞋子后，他当众宣布他被录用了。他微微地向众考官们道了声谢谢，然后一字一顿地对他说：算上您，我一共擦了5双鞋子，每双20元钱，请您付给我100元钱，然后我才可以来上班。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女孩会这样说，但他的宣布决定无法再更改，他只好很不情愿地给了他100元。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，女孩拿着这100元钱，走到公司门口一个捡垃圾的老人身边，把100元钱送给了老人。有一些灵魂注定是高贵的，不管命运将他拿捏得如何卑微，就像这个女孩，虽然她的尊严受到了伤害，但她却给她找到了一个高贵的出口。从此，她对这个丑女孩刮目相看。事实上，女孩在日后的工作中确实表现得非常出色，业绩出众，替公司完成了很多貌似无法完成的任务。有一天，她忍不住问他：当初我那样难为你，你的心里有没有怨念？女孩却答非所问：我弯下腰只为了换一个可以昂起头的机会。有目标的人都还在奔跑，没目标的人内心在流浪。因为不知道该要去哪里，有目标的人持续在感恩，没目标的人不断在抱怨，因为觉得全世界都欠他。跌倒了要学会自己爬起，受伤了要学会自己疗伤。生命会走出自己的精彩。以上文章出自于福智文教心之勇士。当我们在人生中面临委屈、侮辱甚至不公对待时，心中的第一个念头或许是想要报复。这种冲动源自于人性中的自我保护机制，试图以一种力量平衡内心的不满与痛苦。
然而，真正的强者，并不会让愤怒与怨恨主导自己的行为，而是选择将这些负面情绪转化为成长与修行的养分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逆境和挫折是不可避免的。佛教中常说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这意味着，只要我们能够以慈悲与智慧面对困境，便能找到心灵的平静与解脱。故事中的总经理最初想要报复那个在公交车上让他难堪的女孩，但最终却被他的高贵灵魂所感化。这正是一个修行者在面对考验时应该具备的心态。痛苦本身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如何对待痛苦。痛苦若被合理的理解和转化，就能成为我们成长的动力。修行的目的是帮助我们学会在逆境中找到平静，将内心的不安与怨恨转化为慈悲与智慧。这种转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修行。报复心是一种强烈的情绪，会使我们陷入无休止的怨恨之中。修行者应该明白，报复只会让心灵更加沉重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当我们选择放下怨恨，以慈悲心对待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时，我们的心灵便能得到真正的解脱。正如故事中的女孩，她选择了以高贵的方式回应总经理的刁难，最终赢得了他的尊重。逆境是修行者最好的老师。在逆境中，我们会面临种种考验，这些考验不仅是对我们耐心与毅力的挑战，更是让我们深入内心思考生命意义的机会。每一次的挫折都蕴藏着一个让我们成长的契机。正如古人所言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我们应该感谢那些让我们受苦的人，因为他们无意间成了我们修行的助缘。修行不仅仅是坐在禅堂里打坐，更是要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实践。当我们受到委屈时，选择不报复，而是以善念与慈悲行动回应，这就是在修行。在故事中，女孩没有因为总经理的刁难而心生怨恨，反而用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表达了她的自尊与善良，这正是修行的力量。修行者的心态应该是开放的，能够接受一切的好与坏，并从中学习。当我们遇到困难与挑战时，不应该埋怨或逃避，而是要勇敢地面对并寻找其中的教训。这种心态让我们能够在逆境中保持平静，并最终超越他们。受到委屈时，想要报复是人之常情，但这样的行为只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。真正的修行者会选择放下怨恨，将逆境视为成长的机会，并以慈悲心对待世界。这样的选择将让我们的心灵更加自由，生活更加平静与充实。非常感谢您的观赏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开启好运四重奏，点赞、分享、订阅以及开启提醒小铃铛。感谢你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。